歡迎大家嚟到行雲雜記呢個 channel，會分享關於東方歷史文化藝術嘅大小事，唔想錯過就記得訂閱我哋啦。春節呢個大日子，單係喺日曆上面閃耀住嘅紅色年假就已經令人雀躍不已，相信大家已經準備好過一個好年啦。但係如果我話春節只有110年嘅歷史，你可能會好驚訝。等等，唔好走住，我冇亂噏。將正月初一稱為春節，的確只有110年歷史。辛亥革命之後，袁世凱將農曆新年改為春節，由1914年實施春節例行放假。而喺之前，新年係稱為歲首、元旦、元日、新正、新春、年節等等。其實唔止係名稱上同古代唔一樣。假如你穿越翻秦朝，你會發現元旦竟然唔係正月初一，而係10月初一。從古代起，每個朝代都要立正朔。夏朝嘅時候推行夏曆，以人為正月，即係以1月為新年伊始。後嚟殷商君王改丑為正，亦即係以12月初一為元旦。周朝建立之後又改為11月為正月。雖然周天子係咁樣規定，但一啲諸侯國依舊沿用殷商曆法。咁就導致唔同地方嘅新年可能相差1個月，所以喺秦始皇統一6國之後，就將全國統一以亥為正，齊齊一齊喺10月初一過新年。咁點解我哋而家都係按夏曆嘅正月初一為新年呢？漢朝漢武帝命司馬遷、駱下雲、鄧平等人制定咗太初曆，係中國史上最早嘅成文曆法，復用人作為歲首。曆法喺古代尤為重要，因為以農立國，以曆法正農時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，4季昌順，而太初曆就一直實行咗188年。咁之後過年嘅日子就冇變過啦麼？當然唔係啦。三國時期曹魏曾經改為景初曆，提早1個月12月過年。後嚟南北朝分立，北朝12月過年，南朝喺1月過年。所以如果當時係兩邊走嘅話，一年可以過2次年都得。後嚟基本上喺隋唐得到統一。以夏曆1月初一為元旦嘅傳統就此確定落嚟，一直沿用到今時今日。跟住就分享一下一啲而家普遍已經消失，但喺古代盛行嘅過年習俗。過年有3歲，一係除夕守歲，二係壓歲，又稱壓歲。長輩會俾小朋友壓歲錢，寓意辟邪驅鬼，保佑平安。而要介紹嘅就係第3樣，踩歲，會將芝麻街撒喺屋外院中來回踩踏。當然唔係呢個芝麻街啦，芝麻街係芝麻打落之後所成嘅空殼同枯乾，有芝麻開花節節高之意。古人會同松柏枝一同燃燒祭神。喺元旦，古人仲會飲桃酥酒，是漢朝喜劇習俗。每年除夕會將白術、桂枝、防風、花椒、陳皮等等藥材放入酒入邊，到咗元旦呢一日就攞出嚟全家齊飲用，以保佑新一年身體健康。飲桃酥酒有一個特別嘅規矩，就係由最年輕嘅先飲。連宋朝蘇軾都喺《隨日一詩》入邊感嘆：年年最後飲桃酥，不覺年來70餘。而家喺日本、韓國依舊有保留到新年飲桃酥酒嘅習俗，有商家推出桃酥散，直接放入酒入邊浸幾個鐘就可以飲用。除咗飲酒，古人喺立春同新年都會食用五辛盤，又稱為春盤或者春餅。根據《本草綱目》記載，五辛菜乃元旦立春，以蔥、蒜、韭、料蒿、芥辛亂之菜雜和食之，取迎新之意。我哋而家當係調味配菜，但古人直接當係沙律，辛辣嘅味道殺菌又驅寒。古代皇帝仲會賞賜春盤俾朝臣百官一同迎新歲。而唐代白居易寫嘅一句詩：春盤先勸膠牙情。膠牙情都係故事嘅過年食品。所謂嘅膠牙情，即係麥芽糖，食過就知有幾黐牙啦，係咪？不過後嚟膠牙情成為臘月製造嘅常用貢品，所以就漸漸冇喺元旦出現啦。喺好多中國傳統節日，祭祀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環節，敬天地、祭鬼神、拜祖先，祈求風調雨順、國泰民安、子孫萬代。即使喺三國時期天下三分、群雄割據嘅時候，到咗春節都要收兵回家過節。過年之後再繼續打仗都冇拜祭祖先咁重要。而舉行祭祀活動亦都係各朝代皇帝重要嘅職責。
而韓國家庭過新年都有祭祖嘅習慣，會準備好一台祭祀供品，並且穿着傳統服飾行禮，祈求祖先保佑平安健康。古人祭祀月神明祖先仲未完㗎，出門拜年當然係過年嘅必備行程啦。但係親戚朋友、上司同事個個都要拜年嘅話，就真係一日48個鐘都唔夠用。我哋而家會打個電話或者 send 個短信同同事朋友拜年，當然都唔少得長輩圖啦。而古人呢，就會用送名帖代替，派僕人帶上名片去拜年，而喺宋代又稱為飛帖。呢個時候，大家屋企門前仲會貼上一個接福嘅紅袋，專門收取拜年嘅飛帖。而明代文徵明拜年一詩入面就有寫：不求見面為通煙，明子招來滿閉爐。我亦隨人投素子，世間言簡不言虛。可見佢喺過年都收到唔少飛帖，又寫上幾張名帖，算係有來有往。而文人雅士喺新歲仲有個習俗，就係畫歲朝圖，又稱為歲朝清供。一種特別嘅繪畫題材，特別係明清嘅文人都好重視書齋嘅陳設，元旦開筆取萬事吉利之意，既清雅又增添氣氛，有花草、蔬果、金石、書畫、古器收藏等等，眾多好物一一欣賞，確係一件樂事。最後我都為大家送上一幅歲朝圖，祝大家歲歲平安，衣食無憂，食得飽，穿得暖，瞓得好。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，想請你幫忙讚好同分享呢條影片，亦都歡迎留言分享你嘅睇法。如果大家對東方藝術文化歷史嘅內容有興趣，就記得訂閱呢個 channel。下一集繼續同大家一齊睇文物聽故事，不見不散。